第12章，离他远点。望着那满脸欣喜的英俊青年，薰儿纤细的柳眉微微皱了皱，也不理会他的叫喊，转身就走。薰儿小姐。瞧着薰儿转身，那名英俊青年苍白的脸上顿时急了，当下脚步加快几分，最后横身挡在了薰儿面前。被青年拦住，薰儿只得停下脚步，一双狭长的秋水眸子带着点点懒意的微眯着，淡淡的望着他，却是不言不语。薰儿小姐被少女那双秋水盈盈的眸子盯住，常年游走于美人丛中的青年呼吸竟然有些急促了起来，平日的伶牙俐齿似乎也在此刻失去了作用。加利奥少爷，如果没事便请让开吧，我还有事。望着脸色有些涨红的青年，薰儿终于是开口了，少女娇嫩软腻的嗓音让得对面的青年苍白脸庞上顿时涌上一股有些病态的红潮。哼，薰儿小姐，你到方氏可是想购买点什么？在下刚好闲着，不如一起逛逛吧。心中深吸了一口气，加列奥脸上的笑容灿烂而温和，这种笑容配合着他的身份与模样，曾让得他几度成功抱得美人归。加列奥少爷，我已经说过我有事，能请你让开吗？薰儿小嘴微微抿起，嗓音平淡的没有丝毫波动。被薰儿一口回绝，加列奥嘴角抽了抽，不过脸庞上的笑容却依旧保持，伸出手在怀中掏了掏，最后摸出一条手链，手链呈淡蓝金色，链条材质是由金蓝铁锁住，在手链的连接处吊坠着一枚被磨成了圆珠形状的绿色魔晶，淡淡的绿芒从中透出，将链子渲染得美轮美奂，很是漂亮。看来这小巧的手链价格定然不菲。哼，薰儿小姐有事，加列奥再阻拦倒是有些强人所难了。加列奥小心地握住手链，殷勤地笑道，这是刚刚在方氏中特意购买的木灵手链，虽然算不上什么贵重之物，不过其上面也陪衬了一颗一级的木属性魔晶，对斗之气的回复有很好的增幅作用。薰儿小姐现在还未成为斗者，这对你来说简直是再合适不过的首饰，一点小小心意，薰儿小姐可千万不要拒绝，不然加列奥在自己属下面前可真有点丢人了。话到最后，加列奥还故意小小的幽默了一把，而他周围的属下也是极为配合的哄笑了几声。望着加列奥的举动，薰儿秀眉再次一皱，心中对这牛皮糖实在有些无奈。刚想回绝，目光却忽然停在手链连接处的那枚绿色魔晶之上，想起先前萧炎辛苦寻找木系魔晶的模样，薰儿修长的睫毛不由得轻轻眨了眨，清冷的小脸似乎也是柔和了一些。瞧着薰儿似乎有异动的模样，加列奥心头一喜，急忙将木灵之链递前了一点，笑道，薰儿小姐不必客气，加列家族与萧家同列为乌坦城3大家族，互相送点小东西，没人会说什么的。拿到手链，把魔晶取给萧炎哥哥，那手链趁他不注意丢了。心头闪过有些俏皮的念头，薰儿不再迟疑，刚欲伸手，一只手掌却是快一步把他的小手一把抓住。手被抓，薰儿一愣，体内斗之气急速流动，手腕刚想挣脱，少年轻轻的哼声却是让得他乖乖地停下了挣扎。目光微移，薰儿瞧见了那忽然来到身后的萧炎，视线一上点，却是瞥见了一张脸色有些难看的稚嫩小脸。这家伙是什么货色？你难道还不知道吗？狠狠地瞪了薰儿一眼，萧炎心中暗自责怪了一声，旋即抬头微笑道，加列奥少爷，你的好意薰儿心领了，抱歉，东西还是收回去吧。望着被搅黄的气氛，加列奥眼瞳中闪过一抹怒意，不过家人面前为了保持风度，他只得皮笑肉不笑的道，萧炎少爷，我只是看薰儿小姐却未带半点首饰，所以想尽点心意而已。难道你不想让一些小小的事物为薰儿小姐更添几分美丽吗？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萧炎斜瞥了一眼加列奥手中的木灵之链，也是伸手在怀中掏出一条淡绿色的手链，没好气的道，很喜欢手链，诺，给你，别有事没事的去接别人的东西，都和你说了，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你这傻乎乎的模样，指不定被人家卖了，还不知道为什么。听着萧炎这指桑骂槐的话，加列奥脸庞上涌上冷意，不过当他目光扫到萧炎手上的手链时，却是有些愕然的失笑。萧炎手中的手链
从材质上看，明显只是一个不会超过5枚金币的地摊货，而他的木灵之链却是正宗的魔晶首饰，在购买之时足足花费了1000多枚金币，2条手链不论式样、价格以及实用程度都是天差地别，毫无半点比较性。所以加列奥看着萧炎竟然给薰儿这位美少女如此寒碜的首饰，实在是有些忍不住的出言讥诮道：萧炎少爷，虽然早知道你在自己家族中地位不高，可你也不用如此寒碜薰儿小姐吧。没有理会加列奥的讥笑，萧炎对盯着手链忽然有些发呆的少女扬了扬手，有些不耐的道：到底要不要啊？不要就丢了，反正就买成2、3个金币而已。听着萧炎的话，不仅加列奥失笑，就是连其身旁的一群属下也是嘲讽的哄笑了起来。然而嘲讽的哄笑并未持续多久，便是犹如被忽然砍断了脖子一般，嘎然地断在了喉咙处。众人张着嘴巴惊愕的模样极为滑稽。原本有些发愣的少女被萧炎的举动惊醒了过来，双手几乎是在潜意识的支配下迅速抢过了手链。手链到手之后，薰儿这才回过神来，自己表现的似乎有点太急切了。白皙的精致小脸上浮现一抹淡淡的绯红，不过薰儿也非常人，在略微羞涩之后，便是落落大方地将手链套在了光洁白皙的皓腕之上，抬头对着萧炎露出清雅的娇笑：谢谢萧炎哥哥。脸色有些不自然地望着那在萧炎面前露出正常少女姿态的薰儿，加列奥脸庞上有些嫉妒，干笑道：哼，没想到薰儿小姐爱好如此与众不同，我倒是有点失算了。萧炎瞟了一眼面前的加列奥，目光在其胸口处的一枚金星上扫过，心头不由有些诧异。去年见到这家伙，他应该是9段斗之气吧，没想到今年竟然成功凝聚斗之气旋了。不过21岁才成为一名1星斗者，这天赋勉强只能算作上等吧。见到这家伙还没有离开的打算，萧炎撇了撇嘴，懒懒的话语并未因为对方的实力而客气几分。萧家与加列家族关系本来就不好，所以他也没必要展现什么低姿态。摸了摸鼻子，萧炎淡淡的道：加列奥少爷，你的风流习性整个乌坦城都知道，不过薰儿还小，没空和你玩早恋的游戏，所以以后麻烦你还是去祸害别家闺女吧，以后离她远点。说完这话，萧炎也不管脸色难看的加列奥，仗着自己年龄大的优势，转头又对着薰儿老气横秋的教训道：哦。薰儿灵动的眸子轻眨了眨，无所谓的点了点头。加列奥对他来说不过是个有过几面之缘的陌生人而已，而萧炎对他来说却是无人可替代。既然他说远离，那就远离吧。这种选择题对薰儿来说并不困难。